不好意思啊，久等了。现在手刹 BOSS。对，是钥匙。电子手刹。对，电子手刹它应该是有问题。拿电脑。走，走，不要踩刹车。小的，磨的了吗？走，磨的。直接去我们店里。啊？直接去我们店里吧。我直接去你店里面，能修过了修不过，我非要你再修。行，好嘞。先往边靠靠，让人出去。哥，你们走嘛，哥，你们去店里面是吧？咱加微信，我给你发位置嘛。现在能走，能走路吧？能走路。走嘛，咱们上。你再往前走走，我看哪儿响。后边响。好嘞，好嘞。走。走。好。要去店里边。哦。你开。我给你发位置。咱俩扫个微信。完了，我们公司有个规定，那个你先把尾款付一下子。完了到店里边就是那个，就你加微信那个，他给你付呀。他加的是我们领导的微信。对。那我给他说。对，你给他说一声，因为我们上面有规定。行。对，先付个260尾款。你再把位置给我。好嘞。进入现在没事是吧？啊？现在没事是吧？没事，现在能跑。行，我们店里见。兄弟们已经到店里边了。还有配件的吗，主任？有，先上架子再看一眼。这还吱吱响啊！这个，那个右后轮。你看，哈啦哈啦响。它一路跑过来都哈啦哈啦响。对。手刹拉线看着也没有脱，这个车的手刹拉线爱脱。对，我当场我就看手刹拉线了。这个卡子爱断。就这个玩意儿。就这玩意儿。拆吧，拆吧，先把这拆开看，它肯定有问题。对。这个车就是咱们开奥迪 A8 救援回来的奔驰 V260。为什么说开 A8 救援回来的呢？这个到最后会有解答，都会明白。咱们就看一下这个奔驰简简单单这些问题能修多少钱。奔驰它不坑穷人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。奥迪它也从来不坑我。这个奔驰 V260 现在什么问题呢？咱们可以看到，我拿的是它一个后刹车盘，目前已经处于一个烧蚀的状态。烧成这样掉渣的状态，你可想而知它的温度多高。看一下它的刹车片，
这个不是脚刹的刹车片，它是手刹的刹车片。它这个刹车片呢分内片和外片，所以说你看到的是盘，但是它依然是有内片。这个内片是手刹。现在呢，这个手指的是轴承，轴承呢依然是烧的掉渣，烧的发白，烧的发白掉渣的时候，你可想而知它的温度有多高。这几位大哥来出差，今天就要赶着着急回去，所以说叫的救援。咱们去了现场，他首先是起步已经走不起来，所以说把起步能走起来解决完以后，里边已经哗啦哗啦散了，因为它已经全部烧坏。目前可以看到，连法兰连这个半轴全部都烧得变颜色，它的温度当时在高速上肯定是处于两个后轮都是红的状态，所以会烧成这样。目前看固定这个驻车手刹片的固定板呢，已经处于变形了，因为这个手刹片磨散以后，在里头处于一个混搅的状态，所以说把这个固定板呢给干变形了。刹车盘呢烧的也是面目全非，肯定会有变形。它的内片一直摩擦刹车盘，所以导致温度一直上来，把后轮的一系列给烧红。两侧都同样的程度，只不过右侧更严重，左侧依然也是烧红，但是左侧里边并没有散。但是出现这种情况，我们需要换的东西就已经可想而知不少了。根据车主目前维修的意思，就是越快越好，而且必须要整好，一次性整好，达到完美出厂的状态。目前我手指的是它一个控制手刹片的电机，靠这个电机拉动拉线来控制它的驻车手刹片。咱们再看一下它目前所报的故障，报的控制单元，控制单元就是指的刚才说的那台电机。所以说可想而知，什么导致刹车片磨没的，还是它那个电机出现问题，一直拉着后手刹片，导致高速行驶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，烧红，全部烧烂。目前这车行驶了6万多公里，6万多公里啊，兄弟们！现在解答一下，这车修下来得花多少钱？咱们直接拆解。由于车主要求时间、要求完美、要求必须纯原厂，所以说咱们一系列所有的配件拿的全部是纯原厂。目前看到的就是手拿的一个刹车片，它跟小面的后鼓刹车片基本上没啥区别，但是呢，它打着奔驰标呢。就这一套片，你们说它能值多少钱？它甚至比小面的后片还要小，特别小。目前看到呢，这个片里头带的是一些修理包，带的东西所有的都齐全，这些小配件。因为你不买原厂的，它根本没有这些小配件，所以还必须买原厂。咱们车主也要求原厂，这样才能加快维修的速度和维修以后的保证。这一套手刹片拿货价是1100啊，兄弟们，原厂1100，而且车主要求一旦有问题的全换。咱们看到的这个刹车片呢是外碟刹片，它的原来的碟刹片呢已经是更换过以后的，不是原厂的。但是呢，已经烧的变颜色，所以说车主必须换纯原厂的，咱们也一并更换。轴承呢也是烧的有问题，咱们把轴承也换了，刹车盘也更换，手刹拉线也更换，因为手刹拉线它内部已经搅烂了以后，把刹车线给干断了。还有电机也一并更换，也就是咱们刚才看到那个驻车电机控制单元一体化的，它那个也一起更换。此时咱们已经安装完毕，完成了所有的调试，现在正在路试，回来路试没问题就可以交车了。总共用时将近5个多小时差不多，其中调配件调了3次，一次不对，一次有问题，还有没货的，所以说是急中加急。咱们这大哥呢也是看在咱们一直在给他加急中，他也一直催，我这边也一直加急，到最后有一次配件不一样，他也就没催了，他也知道我也在着急。好了吗？好了。你们是来西安出差啊？如果你来西安有任何问题，跟我联系。好。我说我帮你上到那个前面对着你主持人。那个还真带不了。
那个是像那个尾款，基本上它平台是的多。嗯，我给你转个8780万。8800啊，200块钱你那反正比如说你挣200我用的这就行了，是吧？你就说了，我兄弟不说啥。行，王是吧？王，谢谢。没事儿没事儿。一个没有我这边调配件调了3回，不一样我就赶紧调。我也知道你着急。像那个大哥，我后面东西都放了。后边东西都放好了吗？放好了，放好了。行，OK，好，那咱们握手。行，谢谢啊。以后你来西安就找兄弟。走了啊，两个兄弟。好嘞，慢走啊哥。感谢了啊。没事。好，到内蒙给你打电话。行，鄂尔多斯。行，走吧，的，慢点啊。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你放心跑。放心跑你的。行，慢点啊。好，你甭管了。行，慢点的。鄂尔多斯，你给他少要2000块钱呢？哪少要2000的？你不是给人算的最后是8800，不是1万多吗？1万多，那个啥没货呀。操，那一个玩意儿2000啊呢？给人算的一共11000嘛？啊，也不是11000，10100多啊。然后人家还价啊，你还他妈2000呢？哪鸡巴还2000的啊？铁板没货，2个铁板还了1000。我2个铁板给人报的800。啊，我操，装好800。那还了500块钱。然后人家相当于还了200，我同意了9000。这有260。这最后他不是给他尾款260吗？尾款260，他非得让我把那260给他抵消了，我说抵消不了。他说这样吧，给你8800吧，那咱还说啥呀？对。又没有太过分，对吧？兄弟们，这就是我说的，为什么说这车是开奥迪 A8 救援回来的呢？要不然这个车主他不可能来，因为我修完这车以后跟车主试车，车主的意思呢，他叫救援来的，救援修车的，也就是咱们开的奥迪 A8，他也有一点惊讶，虽说他也是开奔驰的，但是他也有一丝惊讶，他就觉得咱们实力相当可以，但是来到咱们店一看，哎，店不大，所以说这就是我那兄弟拿着相机走进来的那一刻，车主问有没有配件，这就是已经开指的不相信了。但是后边他说经过咱们干活，看咱们操作，才放下心来。所以说咱们报完价，直接让咱们修。为什么？还有一点就是在咱们这修快。4S店首先是没货，咱们也有东西没找到货，就是变形的烧变形的2个铁板，固定驻车手刹片的那个铁板，单独那2个铁板啊，1000块钱，小1000块钱。当然了，拿货也贵，要不然不可能说要那么多啊。这个救援相当于配件下来花了得有6000块钱啊，所以说能挣2000多块钱，已经很不错的利润了。但所有拿的都是纯原厂的，为什么花了这么贵呢？刹车盘原厂的，内片外片原厂的，2个轮轴承原厂的，手刹线原厂的，那个驻车控制单元电机总成原厂的。奔驰的配件它就是贵，你像就单独修了一个驻车这个手刹，这故障就花了1万啊！兄弟们，你知道他问4S店的价格多少吗？你有可能想不到，2万多起步价啊！而且没有咱们换的全，有可能他的意思。所以说你们自己想吧。所以说你说这车玩得起吗？我一个 A8 修了2万，
他这一个后驻车手刹修了1万，玩不起啊，这是豪车。所以说兄弟们，这就是奥迪拉回来的第一单大生意。下一步该做什么呢？店面升级，换场地，伺候金主爸爸们。